好，这个是我们新出的水润滑的双螺杆压缩机。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一个部件来看的这边。首先从这边我们的主电机这个系统来讲吧。我们是一个模块化的一个设计思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呢，是我们的一个主电机。那么这个银色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双螺杆水润滑的一个主机。那么整个是一个主电机的一个系统。那么这块呢是我们这个空气过滤器，它同时也是一个维修保养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空气过滤器呢，它隔一段时间是要进行更换的。那么这是我们一个不锈钢的一个进气阀。那么要特别说一下的就是我们这个主机是它的材料是不锈钢的，所以它不会有生锈啊，或者说是腐蚀啊这些问题。整个一个过滤系统，一个进气系统，一个主电机系统就是这样的。好，我们跟着这个压缩机的一个气体和水路的一个循环来走一遍。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粗管子呢，连接的是我们压缩机的一个排气口，那么另一头呢，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水汽分离器。我们整个管道都是一个不锈钢的管道，所以说是保证防腐。然后这个汽水分离器呢，它是一个机械结构，里面是没有这个像喷油螺杆一样，里面是有滤芯的。那么我们这个水汽分离器是机械结构，里头是没有滤芯，所以是免维护的。那么经过水汽分离器之后呢，气体从这个保压阀然后出来，可以看到这边是没有一个冷却器，是气体是直接供给空气的就是用户端，或者是供给空气的一个后处理设备，是不需要接后冷的。那么水呢，有2个回路，一个是从这边，就是刚开机的时候经过这个水泵呢从里头把水抽过来，然后泵到这个水过滤器上面，经过水过滤器的过滤，然后再通过下面这个管道进入我们的主机，往主机的压缩腔啊、轴承啊去提供润滑的效果。那么这一路呢是在机器的开机的过程当中去起一个作用，就是在没有压差的时候，它给这个主机的润滑提供一个强制的压差。另外一路呢，也就是正常运转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水的主回路是通过这里进到这个上面的这个冷却系统，进到我们冷却器，然后经过冷却降温之后的水呢从这下来，然后再经过这个水过滤器，再同样的进到主机的各个排气腔啊，还有这个轴承的润滑部位。正常运转的时候，这个泵是关闭的，这里有一个单向阀，这个水从这冷却之后的水从这下来之后，不会经过这边再回去，它只能够经过这一条，所以这一条正常运转这边是不起作用的，它只在启动的时候起一个辅助的作用。这是我们集成在这个水汽分离器上面的一个液位传感器，那么这里有3个，分别起到3个控制作用。首先这上面这个呢是一个高液位控制传感器，当它起作用的时候，意味着这桶里面的水已经超过了这个位置，可能在这儿。那么它会控制底下这个排水电磁阀进行动作打开，然后多余的水分呢就通过这下面排走了。中间这个呢是一个补水的液位传感器。当液位低于这个补水传感器，在这个最低和中间这2个之间的时候呢，它会控制这边的补水电磁阀去把这个补水器过滤过的水接到我们这个循环系统里来，让它补充这个系统里所缺失的水分。底下这个呢是一个保护的液位传感器，是意味着如果说这个传感器起作用了，意味着里头的水分已经很少了，可能在这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机器是有存在危险的，它会控制这个电机，让这个电机停下来，同时给控制系统去报一个故障信号，就是缺水故障。那么整个机器是不能开的。所以正常机器要运转，它必须保持液位在最低和最高之间，在这之间是机器可以运转的。在这2个之间呢，这个机器是正常的。在这2个之间呢，这个机器的水分是有一定的缺失，那么是需要这个外部的一个补水系统来给它维持一个水分的平衡。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电控系统，这是我们这个机器的一个面板，好像是没开啊，我们从这来看吧。这里头是我们这个机器的一个变频器装在这里头，然后下面那个箱子呢，是我们就除了变频器之外的一些 PLC 控制器，还有一些电路上的一些保护的模块放在这里头，放在这个弱电的控制箱里边。